超越高达本身的变革之意。双欧高达和双欧强化模组设定解析，带领人类走向变革的机动战士。机动战士高达00设定解说。机体型号 GN0000，双欧高达，也称为00高达，是天人组织于 AD2312年投入的全新一代机动战士。该型机体的最大特点就是在肩膀上搭载了2台太阳炉的双重动力系统，该系统也称为双炉系统。其相关理论最早在200多年前就已被天人组织的创始人伊欧利亚·休罕贝克提出，而根据他提出的双炉系统理论，只要实现2个太阳炉超过 80% 的稳定同步率，这个双炉系统就能产生出指数级别的 GN 粒子，从而让使用双炉系统的机动战士在性能上实现跨越式的提升。因此，这架使用上了双炉系统的双欧高达，就在华代上就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第4代机动战士高达。然而，要满足同步2个太阳炉的条件极其困难，使得双炉系统的理论在提出之后的很长时间之内，并没有足够的技术条件去研发出使用双炉系统的机动战士。为此，伊奥利亚把双炉系统的信息隐藏在了 VEDA 当中，直到时间来到了200年之后的 AD2308年，在已进入沉眠状态的伊奥利亚被亚利杭德罗科纳射杀后，这才触发了他早已在 VEDA 里设置好的陷阱系统，从而让天人组织获得到了这个尘封已久的双炉系统信息。然后，天人组织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，成功研发出了首款使用双炉系统的双欧高达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双欧高达在一开始时就定好了是给刹那 F 轻鹰使用的机体，所以双欧高达直接就继承了能天使高达的设计和定位，因而这2者之间的造型从外观看上去显得比较相似。不过使用双炉系统之后，也使双欧高达的躯体部分较能天使高达发生了重大变化，其整个躯体不像能天使高达那样臃肿，而显得比较纤细，连同躯体内部的驾驶舱也跟着做出了重大改进，不会因为太阳炉挤压了空间使得驾驶舱过小。另一个改变的地方是，从腹部进出驾驶舱的舱门挪到了胸口位置，其驾驶舱的舱门在打开的时候，机体胸口部件就会朝前掰开，方便驾驶员进出。在驾驶员进入到驾驶舱之内完成身份验证了以后，机体就能迅速启动进入到战斗状态。同时，头部的造型也跟能天使高达比较相似，但有对额头位置的天线做了调整，也就是增加了一对控制 GN 粒子的天线，不再像能天使高达那样安装在胸口位置上，由此更好的去控制太阳炉挪到肩膀后的 GN 粒子流向。包括腿部这个部分也是延续了能天使高达的设计，其最显著的地方在腿部侧面也是配备了 GN 电容器，但有对大腿部内部的 GN 粒子输送管线进行了优化，包括膝盖部位的装甲也进行了小型化改进，以此减少阻碍来提升机体的动作幅度。其他的在脚底部位还进行了专门的改进，以便双欧高达在降落到地面后更稳地站在地面上。而在武器装备方面，天人组织给双欧高达使用的主武器是2把 GN 剑2，该武器基于能天使高达的 GN 剑开发而来，是有3种攻击模式用于应对各种战斗，分别为实体剑模式、光束剑模式和枪模式。其中实体剑模式除了用于近战之外，还能有效贯穿 GN 立场的防护，给予对方伤害。如果切换成第2个攻击模式光束剑模式时，就会在刀刃输出 GN 粒子形成 GN 光束剑，由此进一步延长 GN 剑2的攻击范围。而当切换成第3个模式枪模式时， GN 剑2就会变形成枪械的形态，这样 GN 剑2上的2个枪口就会射出 GN 光束，来对距离之外的目标发起射击，并且在天人组织新开发的晶体传感器的加持下，能在连续射击时保持比较高的命中率，非常有利于去打击中近距离范围内的各个目标。而除了这2把 GN 剑2之外，在机体的后腰位置还装备有2把 GN 光束剑，该武器与能天使高达装备的 GN 光束剑基本相同，不过有在 GN 光束输出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改进，其使用方式则仍跟能天使高达一样，除了作为近战武器用于近战之外，还能作为投掷武器，像飞刀那样去攻击远处的目标。剩下的装备还有挂在左手臂上的 GN 盾牌，该盾牌在表层可形成 GN 立场来进一步提升防御力，可直接防御当前大部分常规武器的攻击。不过当前有一些型号的高性能机动战士，其攻击所具备的破坏力足以击穿 GN 盾牌的防御，所以在面对高烈度的战斗时，要结合自身的机动性能来应对对方的攻击，才能在战斗中确保自己不被对方击破。同时，该 GN 盾牌的两端做成了跟刀刃一样尖锐的造型，可分开装在2个手臂上作为近战武器使用。而除了 GN 盾牌之外，
双欧高达还能驱动背后的支撑臂，将双炉转向正前方，通过双炉系统释放强大的 GN 粒子流，由此形成 GN 力场去防御对方发起的各种攻击。可见双炉系统输出的 GN 粒子量是极其的庞大。尽管双炉系统给双欧高达带来了强大战斗性能，但受制于天人组织还没有完全吃透双炉系统技术的原因，直接造成双炉系统在很长的时间之内迟迟没有达到稳定运行、满足战斗需要的状态。而当前天人组织所拥有的5台太阳炉，只有欧高达和能天使高达的太阳炉是同步率最高的组合。即便如此，一开始还不能将同步率上升至80%以上，直到在一场与 ALOS 组织的战斗中，才让天人组织在被攻击的危急情况之下，由刹那 F 轻鹰以直接启动 Trans M 的方式，这才终于使得双欧高达首次成功激活了双炉系统。几乎一瞬间的功夫就爆发出了巨量的 GN 粒子。很快在接下来的战斗中，双欧高达就展现出了超越以往机动战士的强大战斗力。但这并不代表双欧高达就达到了符合作战的稳定状态，尤其是后续在地球上的其中一场战斗中，双欧高达因无法长时间承受庞大 GN 粒子的释放，结果造成双炉系统过载，导致自身停止运作，失去了战斗力，差一点就由此陷入到巨大的危机当中。而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，天人组织专门开发了一款新型强化战机，也就是型号为 GN2010 的零 Razor，其别称还有提升者、升降机这些名称。该型强化战机基于之前使用的武装战机开发而来，所发挥的主要作用除了加强机动战士的作战性能之外，还能作为独立单位去支援机动战士作战。因此该强化战机也设置有驾驶舱，可由1名飞行员负责驾驶出击作战，并且驾驶舱内还设有哈罗机器人基座，以便哈罗机器人去为飞行员提供各种操作辅助，这样即便是初次登上强化战机的飞行员，也能在哈罗机器人的辅助下快速进入到战斗状态。而该强化战机所配备的武装，其在机翼上装备有2门 GN 光束机炮，这2门 GN 光束机炮与堕天使高达手臂上的武器相同，所输出的攻击威力不强，但射速较高，可瞬间输出密集火力，对敌方机动战士造成威胁。额外的在机体两侧还内置有8枚微型 GN 导弹，来用于进一步增强强化战机的打击能力。尽管所配备的 GN 微型导弹体积不大，但得益于天人组织 GN 粒子压缩技术的改进，使得 GN 微型导弹仍能发挥出对大型目标造成毁伤的能力，其威力可以说基本跟以前体积较大的 GN 导弹相当。剩下的武装在机身位置还设置有4门 GN 火神炮，以便强化战机在大气层中与敌方展开空战。不过输出的火力远不如口径更大的 GN 光束机炮，所以在战斗中很少见到强化战机有使用 GN 火神炮的情况，仅在去拦截敌方来袭的导弹时有较大作用。不过之后强化战机交给了沙茨克洛斯罗德驾驶，由于他本身就不是天人组织的成员，再加上他主观上一直处于否定战斗的状态，结果强化战机一直就没有单独战斗过的情况，于是前面提到的3款武装也就没怎么派上用场。而除了以上3款武装之外，在强化战机上还设有多个外挂点，以便强化战机根据不同作战需要，额外追加不同的武装，提升作战能力。同时外挂点还能携带双欧高达的武器，来为双欧高达提供更多战场支援，从而进一步提升双欧高达的可持续作战能力。而且除了携带武装给双欧高达提供支援之外，该强化战机的电子设备在性能方面的表现也十分强劲，其机头位置安装的复合型传感器模块，在探测性能方面甚至还要优于机动战士装备的电子设备。因此强化战机在战斗之外，还会为双欧高达承担锁敌和信息处理这些作战职责。不过比起以上这些作战能力，强化战机对双欧高达最重要的作用是自身内部带有一个巨大的 GN 电容器，而该 GN 电容器一开始的作用还只是作为动力来源，来为强化战机提供 GN 粒子，然后通过与双欧高达对接来获得 GN 粒子补充，以此实现长时间与双欧高达进行协同作战。然而正如前面所描述的那样，为了解决双欧高达双炉系统难以稳定运行的问题，天人组织对强化战机内置的 GN 电容器进行了改造，以便在强化战机与双欧高达对接组合后，确保双炉系统能够保持稳定运转，输出巨量 GN 粒子，由此让双欧高达的战斗力发挥到极致。而双欧高达和强化战机组合后的这个形态，便是型号为 GN0000 加 GN2010 的双欧 Razor， 也称为00强化模组。该形态是在2台机体上的 Razor 系统启动之后，
通过激光感测器互相锁定来完成交会对接，而且整个过程由强化战机上的哈罗机器人负责完成，完全能够在各种复杂环境下保障两架机体顺利交会对接，即便是在交战当中，也不会留出多少空隙被对手利用发起攻击。而就这样完成组合后的双欧 Razor， 让双炉系统的同步率就一直保持在了100%以上，这也就彻底解决了进入 Trans M 状态后不稳定的问题，并且还让机体的性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以至于让天人组织认为双欧 Razor 是超越高达的存在。因此天人组织在赋予其名字时就去掉了高达，将其重新命名了双欧 Razor。而双欧 Razor 除了性能之外所带来的最大变化，那就是在进入到 Trans M 状态之后，所释放巨量的 GN 粒子就会形成两个巨大的 O 型光圈，而在这两个巨大 O 型光圈的范围当中，所有人都会因受到高浓度的 GN 粒子影响，由此让每个人的脑能量波得到了大幅度提升，而且即使是还不能使用脑能量波的人，也能接收到在这个范围里其他人的心声。可以说，在这两个巨大 O 型的光圈里，存在着跨越所有阻隔的对话系统。而在另一方面，所释放的巨量 GN 粒子也让双欧 Razor 在激动时发生了质的变化，一度在一场战斗中神奇地消失在了对手的正前方，然后很快又神奇地出现了对手的背后，其场面看起来仿佛双欧 Razor 就像被量子化了一般，就这样以忽隐忽现的方式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，从而成功击破了对方的机体后取得了战斗的胜利。同时双欧 Razor 的攻击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，通过两把 GN 剑2和强化战机的武装发起组合攻击，这样双欧 Razor 就能在 Trans M 状态下使出超越当前所有武器攻击范围的 Razor Sword 巨大光束，所产生的威力就像是地图炮一般，足以去横扫掉敌方战场上的大部分目标，据称有效攻击距离就超过了10000公里。不过这也超出了 GN 剑2的极限，无法更进一步发挥出 Trans M 释放的巨大 GN 粒子量，因而之后在与准变革者集团决战之前，天人组织给双欧 Razor 新开发了 GN 剑3，该武器融合了器件型双欧高达武器的技术，其各方面的性能较 GN 剑2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，同时采用了跟 GN 剑2完全不同的弹簧刀结构，这样的结构与能天使高达的 GN 剑比较接近，因而使用方式也跟能天使高达一样安装在了右手臂上。当双欧 Razor 要与敌方机动战士展开近战时， GN 剑3的刀刃部分就会展开，由于刀刃部分使用了新型的绿色材料后变得更加锋利，使得 GN 剑3在近战时爆发出了强大的破坏力，其切割的丝滑程度看起来就显得非常犀利，而且 GN 剑3在收起刀刃时就能切换成枪模式，以便在战斗中快速完成切换去攻击中远距离的目标，所输出的攻击威力还能根据目标进行调节，只要一发激活攻击就能击毁一艘宇宙战舰，包括在射速上的表现也是十分的抢眼，很轻易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能连续打击多个目标，甚至去拦截对方发起的密集导弹攻击也几乎毫无压力。当然这把 GN 剑3最强的攻击模式还是进入 Trans M 状态启动 Razor 系统，仅依靠一把 GN 剑3就能发挥出 Razor Sword 的全部威力，并且还能有效控制 GN 粒子的输出量，避免双欧 Razor 的 GN 粒子耗尽无法继续战斗。也正是得益于对 Razor 系统的充分发挥，让天人组织向准变革者集团发起决战时就有了足够的底气。特别是在这场决战当中，驾驶员刹那 F 轻鹰的脑能量波也与双炉系统发生了同步，由此成功启动了隐藏的 Trans M Burst 系统，从而产生了超越 Trans M 量级的 GN 粒子，所带来的影响不但让天人组织扭转了整个战场的形势，还使得刹那 F 轻鹰在内的部分人员觉醒成了纯种变革者，而这就直接奠定了天人组织夺取最终胜利的基础，从而成功让 Veda 断开了利冯兹的连接，重新回到了天人组织的手中。尽管由利冯兹领导的准变革者集团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，仍驾驶新开发的机动战士与双欧 Razor 进行最后的决斗，然而他率领的准变革者集团已经大势已去，没能在与双欧 Razor 的决斗中取得胜利。两边在经过激烈的战斗之后，各自的机体均在战斗中破损严重，失去了战斗力，直至双欧 Razor 的2台太阳炉在战斗中被毁才结束。之后天人组织对双欧 Razor 进行了回收，但受制于2个太阳炉已经被毁的情况下，天人组织对双欧 Razor 的双炉系统进行了改进，而改进之后的机体便是双欧 Razor GN 电容器型。
该型机体是天人组织在经过2年时间的技术攻关后，使用了基于 GN 电容器的类双炉系统为动力的机动战士，也就是如名字里所描述的那样，这一型双 O Razor 的动力装置已经从太阳炉换成了 GN 电容器，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双 O Razor 双炉系统的使用，所发挥出的功能仍跟原来的一样没有区别。当然 GN 电容器跟太阳炉终究还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，所以像 Trans M Razor 的功能启动之后所运行的时间跟原来相比会有所减少，而另一个改动就是强化战机装备的电子系统进行了整体升级，其探测等方面的性能都较之前有所提升。同时，由于原来负责驾驶的沙茨已经离开了天人组织，加上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也没有其他人来代替负责驾驶，所以多数情况之下，强化战机就处于个组合后的状态。而双 O Razor GN 电容器型的驾驶员则仍是由刹那 F 青鹰来负责驾驶。由于他已经觉醒成为了纯种变革者，各方面的态势感知能力都比以前高出了一个层次，进而他驾驶机动战士所发挥的战斗力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。因此他在驾驶双 O Razor GN 电容器型时是要强于上一次与准变革者集团决战时期的水平。然而当前这一时期，天人组织迎来了伊奥利亚计划中的即将到来的对话时刻，也就是有一大波来自地外的生命体 ELS 通过木星红斑处的虫洞源源不断地向地球圈入侵。于是天人组织便派遣机动战士向 ELS 出击迎战。很快在战斗的过程中，刹那逐渐深刻感知到了从 ELS 上传递过来的某种意识信号，于是他便做出了调整，在让其他队友退出战斗的同时，迅速启动 Trans M Burst 模式，通过释放出巨量 GN 粒子与 ELS 展开对话。很快围绕在双 O Razor 周围的 ELS 就这样被 GN 粒子所覆盖。不过很遗憾，隐藏在 ELS 深处巨量的信息几乎冲垮了刹那的大脑，不但没有成功取得与 ELS 展开对话，还险些被 ELS 侵蚀同化。幸亏队友在得到信息后立即介入展开了救援，成功赶在双 O Razor 被 ELS 完全侵蚀同化之前，避免了刹那被 ELS 侵蚀同化的危机。虽然这架引领人类变革的双 O Razor 已经无法挽回，但天人组织早已为刹那准备了另一架全新开发的机体，为挽救人类最后的命运留下了一丝希望。